就是说从2026年开始呢，你想要阿布达比一日单日旅游是绝对不可能的。消息曝光之后，甚至飙涨到每英亩8万美金，也就是说呢，涨了1000倍。说实在的，我们也都不知道它的品质好不好，可是因为它价钱真的很可爱，所以也是一推出就造成热烈轰动。全球第7座的迪士尼乐园要在阿布达比盖了。哇，这消息一出，真的是全网炸锅。我只能说，这次阿布达比政府真的是放大招了，那种不做不知道，一做就要一鸣惊人那种老大哥的气势。我之前其实对阿布达比的涨幅呢，还是有一点半信半疑。可是我必须说，现在这个迪士尼的消息一公布，真的，如果有在考虑阿联酋房地产的，请立刻毫不迟疑的将你的钱投向阿布达比。因为这未来的涨幅绝对会非常的可观，所以呢，在今天的影片，我就想要跟大家聊一聊迪士尼所带来的房地产效应，以及阿布达比现在有哪些建案是可以考虑的，还有建案的优缺点都会告诉你。嗨，大家好，我是在阿联酋做了10年物业管理，现在也开始协助大家买房的尼艾拉 Mira。我希望在我的频道跟你一起学习致富路上会遇到的各种问题，也帮助你看到台湾以外的机会。那在开始之前呢，请帮我按赞、订阅、分享。那如果有任何关于阿联酋房地产的问题，或需要我和我的团队协助的，都请看资讯栏。其实这2年阿布达比的房地产呢，一直是呈现非常稳定的上涨趋势哦。只不过我必须要说，阿布达比的房地产还是有一种被杜拜压着打的那种感觉，除非是真的来过阿布达比的人哦，就有体验过阿布达比这种很舒适、很享受的生活方式的话，不然大部分的人其实都还是只听过杜拜。这次这个迪士尼 project 呢，真的有一种让阿布达比扬眉吐气的感觉哦。那说起这个迪士尼乐园呢，上一个迪士尼乐园是在2016年上海开幕的，10年之久的时间哦，对迪士尼迷而言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消息。而说起这个阿布达比的迪士尼呢，它真的跟其他迪士尼乐园就很不一样，因为这是迪士尼有史以来第一次它只授权 IP 以及监制迪士尼乐园的建造，而这一个出资到经营到管理，全部是由哪一个单位来负责呢？那就是阿布达比的 Miral 公司。如果你对阿布达比稍微有一点了解的话，你绝对会听过 Miral 这间公司旗下经营建设管理的案子，包括法拉利乐园、华纳兄弟影城，还有呢，像是阿布达比超级金光闪闪的总统府 Qusr Al Watan。 哇，真的好美哦，都是这间 Miral 公司设计啊、监督啊、建设啊、管理的案子。哇，真的是他们是一间阿布达比非常非常重量级的公司，整个亚斯岛上的开发、设计、建设全部都是这间公司在推动的，甚至包含阿布达比最高端的沙迪亚特岛，也是这间 Miral 公司在做整个岛屿的经营管理。所以像是沙迪亚岛上面，虽然不是每一个案子都是这间 Miral 公司直接参与的，但是整个岛上的运营呢，却也是这间 Miral 公司在负责的。那他们今年也预计会完成 Natural History Museum， 还有呢 Guggenheim Museum， 所以真的是阿布达比非常非常有名的观光娱乐产业发展的公司。那他们的强项呢，就是专门做那种 immersive experience， 让观光客有那种身临其境感觉的游乐场所。所以这个新的阿布达比的迪士尼真的是非常让人引颈期盼。像这一种落寞的贵族公主嫁给石油土豪，会产生出什么样的迪士尼？一定会是一个很高端，可能一进去真的让人觉得非常身临其境的迪士尼。而像是沙迪亚特岛啊，今年4月18号才刚开幕的 Team Lab Phenomenon Abu Dhabi， 也是这间 Miral 公司旗下的博物馆。而且我必须说，这间公司的 CEO 长得还蛮帅的。我们要
讲正事了，这个迪士尼呢，预计会对阿布达比的房地产呢有什么样的影响？这我想不用什么历史数据，迪士尼对阿布达比的房地产绝对是一个超大的利多啊！第一个增加观光客人数嘛，第二个增加就业，因为你想盖迪士尼也不是就凭空就这样一个乐园就凭空出现，一定是有非常多的人 work on this project， 一定会带来阿布达比很多的就业人口。那就业人口一增加，住房的需求就会增加嘛。第三个，周遭环境升级。虽然我不知道亚斯岛还需不需要再升级，因为整个岛屿已经是非常的新，整个设备非常的完善。但通常迪士尼建立起来，它周边的可能大众运输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交通运输或整体的设备，一定会再进一步的提升。所以这对于整个区域的发展，绝对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第四个呢，那就是阿布达比知名度的提升。通常大家不会去投没有听过的地方，对不对？而且很多人其实投资房地产是因为他去过那个地方旅行，觉得那地方好棒哦。我想很多人会考虑杜拜，也是这个原因啊，因为杜拜它就是一个非常会做城市行销的酋长国。那杜拜的模式，它一定会先做一些全世界的人都会觉得哇的事情，像是棕榈岛啊，或者是全世界最高的大楼啊，或者是办世博会，让全世界都注意到它。那之后就会有很多的观光客来杜拜游玩，那观光客来了之后喜欢这个城市，就会带来投资，无论是房地产投资，或者在这边开公司，或者是干脆就移居到这个地方来。反正只要这个城市的知名度提升，就一定会吸引人潮，再来就是人潮所带来的钱潮。那阿布达比也是遵循了杜拜这一套模式。那现在有迪士尼乐园加持，原本也没有考虑过来阿布达比玩的人，都会想要来阿布达比玩。那就会让阿布达比整个地方的房地产呢进入一种正向的循环，越多人听过阿布达比，就会带来越多的投资。那今天迪士尼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催化剂，让大家认识到阿布达比这个地方。既然呢讲到观光人数了，那我们就来聊一聊迪士尼预计又会对阿布达比带来多少的观光人口呢？现在根本就没有实际数据嘛，因为迪士尼也还没盖好。可是我们可以来推估一下哦。那根据 Miral 公司呢，他自己公布2024年亚斯岛的观光人数是已经高达3800万人了，这是比2023年还增加了将近10%。岛上的饭店住房率呢，平均是82%，这是很夸张的数据。甚至8月呢，还达到90% 的住房率。为什么8月这么热要去阿布达比的亚斯岛住呢？这真的是有点反直觉，会不会是因为上面有水上乐园可以很消暑？也就是说，根本就还不需要迪士尼，亚斯岛上的饭店就已经是呈现饱和、入不敷出的情况哦，这真的是很夸张。我们再看一个数据哦，根据阿联酋经济部调查，2024年呢，全国的饭店客人数呢达到了3080万人，这比2023年呢增加了9.95%，其中呢大概60% 的客人呢住在杜拜。2024年在杜拜过夜的旅客人数呢是1872万人，大约占了全国的饭店住房人数呢60%。而阿布达比呢，则是640万人左右，也就是占了将近20%。代表说，其实很多的旅客他来阿联酋旅游呢，主要是住在杜拜。他可能在阿布达比呢，只是进行1日来回的旅游。这其实跟我自己在带客人看阿联酋房地产的感觉也是很类似的。他们大部分的时间主要还是花在杜拜，阿布达比呢，可能就是进行当日来回的这样旅行。可是这个情况绝对会因为迪士尼的出现而翻转，因为迪士尼乐园光是这个乐园就可以逛1天甚至是2天的时间。也就是说呢，大家之后来阿布达比呢，绝对会在阿布达比进行住宿。而且阿布达比呢，在2025年呢，陆陆续续就有好多个博物馆要完工。也就是说，从2026年开始呢，你想要阿布达比1日单日旅游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光是逛这些博物馆呢，就可以花上你好几天的时间。更不用说，如果2030年之后还有迪士尼加持的话，在阿布达比的过夜住宿人口的数量绝对会急速暴增。这就让阿布达比可以非常好的吸收从杜拜来的观光客。那对于阿布达比的房地产的需求，绝对会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利多。我们再想想，阿布达比现在饭店的住房率，假设亚斯岛上面
都已经80% 了，你就可以知道为什么去年阿布达比的观光局还找我们公司去开会，我说怎么办？阿布达比的饭店不够住了，要怎么样才能够鼓励这些一般的屋主多将他们的房子拿出来做短租哦？原来那个时候还想说怎么可能呢？现在一看数据才发现，哇，阿布达比观光局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的，到时候可能会面临到房子不够住的问题。那迪士尼在这中间又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我觉得迪士尼呢，它对于阿布达比的观光业在之后绝对会有举足轻重的角色。而且呢，它不仅仅只是增加旅客停留在阿布达比的时间而已，甚至可能会让所有的外国旅客将原本的重心从杜拜为主转变为阿布达比为主。可能很多人是因为想要来阿布达比的迪士尼，才顺道计划来杜拜的旅行。而且呢，因为阿联酋这个国家，它的位置真的是超好的，它就是在欧亚非3洲的中间，所以光是飞行时间不用4个小时就能到达的区域，如果你把它全部加在一起的话，这些地方人口数呢就已经占了全球人口1/3耶！它是多可怕的26.7亿人呢！想想看，当这些人都来阿布达比迪士尼乐园玩的时候，那是一个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而且我们不要忘了，2030年呢，连接阿布达比到杜拜的高速铁路预计会通车，到时候呢，阿布达比跟杜拜之间的观光绝对是鱼帮水，水帮鱼的局面，两个酋长国呢绝对会因此而互相得利。而且不要忘了，在杜拜的北边的拉斯海马酋长国，预计2027年呢还要开阿联酋第一个合法的赌场。到时候等迪士尼建好，这3个大的酋长国全部都会串联在一起。你光是想一想，那是多么可怕的一个经济效益。阿联酋政府呢，预计2030年要达到他们的 Hotel Guest 4000万这个目标，看起来是轻而易举。那这些事情呢，对阿布达比的房价到底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就像之前说的，阿布达比尤其在亚斯岛上面，它的饭店数量都已经供不应求了，所以更不用说等2026年3大博物馆开幕，2030年之后迪士尼开幕，那绝对会是一个观光客暴增的局面。对于有在考虑阿布达比房地产的人而言呢，现在绝对是要积极进场的时候了。不过口说无凭，我们来看一看历史数据。最近一个迪士尼乐园，它就是在2016年上海开幕的嘛。那我们如果来看看这个上海迪士尼浦东川沙这个地方的房价，我们就可以很明显感觉到迪士尼所带来的威力。2009年呢，迪士尼还没有公布要在那边设址的时候，那个地方的房价呢，注意是平方公尺，是9378人民币。同年年底呢，2009年，等迪士尼已经确定要落址在上海的时候，同样的一个地方的房价呢，已经涨到每平方公尺12797人民币，甚至呢，在隔年的第一季，2010年的第一季，直接冲到每平方公尺24230人民币。也就是说呢，它在1年不到的时间就上涨了将近155%。如果不是中国政府呢，看到这房市已经有点失控，立刻开始一系列的打房措施的话，这个房价绝对是可以再继续飙升的。而且根本就不用看什么2009年的数据，华特迪士尼他自己在盖第2座迪士尼乐园在佛罗里达，他就已经知道绝对会有这种现象的。那个时候呢，华特迪士尼他在1963年11月的时候决定，他们要在佛罗里达州建第2座迪士尼乐园。他们在隔年的4月呢，就开始秘密买地，用代理人的方式啊，或者是设立空投公司的方式去秘密买地，因为他知道只要这消息一公布，那个地方的土地价格绝对会飙升。而事情的确也就跟他想的一样，那个时候土地每英亩的价格只要80到120块美元。听到这个价格都好想买哦。结果同年1965年10月，在消息曝光之后，那边土地价格瞬间飙涨。华特迪士尼呢，最后买的几块地呢，甚至飙涨到每英亩8万美金，也就是说呢，涨了1000倍。这说明这迪士尼的效应真的是不是盖的，太可怕了。
就连到现在在佛罗里达州迪士尼附近的这些房价呢，还是比 79% 佛罗里达州其他的房子还要贵租金呢也比 84.8% 佛罗里达州的租金还要贵。所以迪士尼对于房价的涨幅绝对是有不容小觑的影响。有些专家他们预测说阿布达比的房价会涨 30%到50%。我之前还没有做研究的时候，我也觉得可能就是这个价钱吧。可是我现在一看，我觉得30到50，这根本就是太小看迪士尼了吧？怎么可能只涨30到50呢？就算不是迪士尼，我们来看阿联酋第一个合法赌场拉斯海马的 Wynn Resort Casino。那个赌场呢，它是在2022年上半年的时候公布的。2021年呢，那一个整个岛的区域房价呢，大概才500到600德拉姆币每平方英尺。结果现在2024年呢，那边的成屋大概已经涨到了1067块德拉姆币每平方英尺。那预售屋更是不用说，预售屋的价格已经飙到每平方英尺1400块到2000块，甚至有些高端的建案还直接冲到2500块每平方英尺。也就是说，那种成屋呢都已经涨了 77%， 那中高端的建案差不多平均值都已经涨了 233.33%。 你觉得迪士尼会输他吗？毕竟赌场它是并没有办法老少咸宜嘛。可是迪士尼它绝对是小朋友也喜欢，大人也喜欢，父母亲也喜欢，dating 的年轻人也喜欢，它就是全部的人口都可以通吃。所以呢，那个赌场假设它今天都可以涨到 233.33%， 你觉得阿布达比雅斯岛的迪士尼建安不会造成如此强烈的房价升级吗？所以我才说，如果有想要在阿布达比投资房地产的，现在一定要尽快的入场，因为越早进场，那你能够享受的涨幅的空间一定是越大的。不过我觉得现在阿布达比的中介其实担心的都不是客人不够多，担心根本就是没有房子可以卖给他，还有客户钱都已经汇给建商了，建商却不肯签字卖房，因为知道房价接下去一定会狂飙。所以我觉得这是阿布达比做中介另外一个苦恼的地方，没有房子卖。那最后呢，我就想要跟大家大致上讲一下雅斯岛上面现在有哪一些建案，那这部分我就会尽量快速带过啦。有想要知道更详细讯息的再联络我，我就可以看资讯栏。那雅斯岛上面呢，它已经盖好的成屋大概就是 Water's Edge、Ansam、Mayam。那如果别墅呢，就是 Yas Acres、West Yas、Noya 这些案子。那其中呢，又以 Water's Edge 它的价格是最低的。根据我最近的调查，大概一房呢最便宜可能120万左右还有机会。但是我必须要说，我现在所说的这价钱呢，一定很快就会不正确了，因为房价现在飙涨的很快嘛，我只能够以我现在了解的价格跟你们说。那 off plan 呢，预售屋有哪些案子呢？ Eldar 的有 Gardenia Bay， 那 Nine Yard 有Sila Fee， 这些都是比较中高价位的案子。据说 Eldar 阿布达比最大建商在这个月的月底呢，要推出和知名豪华酒店 Aldorf Astoria 的联名豪宅那听说啦，因为现在什么资讯都没有，听说一房的起跳价就要400万德拉姆币，所以可以看看这个价格涨幅真的是很夸张。那除了这一些比较中高价位的预售屋之外呢，雅斯岛上面有没有一些比较平价的价格比较可爱的预售屋呢？像是最近开盘就很火的欧普拉这个案子起价呢，它最低起价据说是70万德拉姆币，可能是一个 studio 吧。那这个案子呢，也是一开盘就造成热烈的疯抢。不过这其实是一间沙烏地的建商在阿联酋的第一个案子，那个建商叫做 DHB，DHA 是健康保险食品，它其实是一间沙烏地的建商 DHB Holding 在整个阿联酋的第一个案子。所以说实在的，我们也都不知道它的品质好不好，可是因为它价钱真的很可爱，所以也是呢一推出就造成热烈的轰动。除此之外呢，还有 Baraka 它这个公司，虽然它在阿布达比已经有40年历史，可是它之前都没有做过建商。他们在 Yas Bay 的这个地方也有一个叫做 Bay Residence 的建案，
那建案其实已经快要盖好了，预计明年年中的时候可以交屋。那这个位置呢，它也是非常的好，直接看海。那价钱呢，因为现在已经是进入到二手市场嘛，那根据我的了解，现在大概2房最便宜的也要在180万、200万左右，可能预售的部分当然都已经全部完销了。这个也是一个可以考虑的案子。不过就像我讲的，这也是 Baraka 他盖的第一个建案，所以品质怎么样也不是很清楚。但是假设是想要做像民宿 Airbnb 的话，其实大楼本身的品质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反而是你的景啊、你的 view， 还有你的室内装潢、室内设计。如果你是想要在亚斯岛做民宿的话，其实这个案子也是可以考虑的。Baraka 只要抢得到房子的话。除了这2间建商之外呢，亚斯岛上面你会看到有一个建商 Reportage， 他们有非常多的案子在亚斯岛上，而且它每一个地点都很好。那 Perla 也是直接看海，每一个案子感觉都是景非常漂亮。但是你只要问所有在阿布达比做销售中介的，或包括像我们做物业管理的，每个人讲到 Reportage 大概就会面有难色。大楼的管理的品质。所以像回到刚刚讲的，假设你今天你是想要做 Airbnb 民宿，那你在乎的是景好、室内装潢、买入的价格便宜，那你还是可以考虑。不过如果你是想要做长租的客人，想要一间品质比较好的房子的话，我自己是会 pass 吧。而且他们是阿布达比唯一一个建商，你的停车位要额外购买的。最后我要请大家帮个忙，请大家一定要帮我按赞订阅好吗？还有分享，因为我好想要达到1000位订阅，1000位订阅，1000位订阅请大家帮我转发，一定要帮我订阅哦。好，就先这样。那有任何关于阿联酋房地产想要知道的事情，都请参考资讯栏。Alright， bye。